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Sophie， 欢迎回来。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从投资的角度买大牌东西。那我上一个视频呢，就是讨论如何卖掉自己的闲置。那我相信大家都有不少惨痛的经历，就是一冲动买了大牌的东西之后，变成了闲置，然后最后非常头疼的要把闲置处理掉。那怎么样才能避免冲动消费，然后把钱花到刀刃上？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问题。因为前一段我花了很多时间在卖自己的闲置，再加上我有朋友在奢侈品寄卖店铺工作，所以我现在比较清楚大概什么样牌子的东西保值，什么样款式的东西保值。那今天就给大家来谈一谈吧。首先说品牌吧，那我觉得保值的品牌有3个品牌，一个是 Chanel， 一个是爱马仕，还有一个是 LV。那这些品牌呢，也不是样样东西都保值，我觉得他们的经典款和经典的颜色更加的保值。以香奈儿为例吧，它最保值的第一是包包，第二呢是它的有一些小配件，比如说胸针。那香奈儿的包包呢，最保值的，我觉得第一个是 The Boy 款，特别是 The Boy 的限量款，比如说我手上的这个 The Boy Jacket Bag，那我这个包已经做过 review， 你可以去看一下。那 The Boy 呢，因为每年都出不一样的材质款式，那有的款式真的是很多人找，比如说牛皮金链，或者这种带有特殊设计的链条装饰，那这些款式呢，真的是在二手市场的价值比零售店的价值还要高。那第二个比较保值的是香奈儿的翻盖包，特别是迷你翻盖包。那迷你翻盖包在二手市场上的价格基本上都比它的零售价要高，而且是一包难求，一出来就有很多人抢。那迷你翻盖包呢，就是我手上这个经典翻盖包的缩小版，它有2种样子，一个是 Square Mini， 就是正方形的，一个是 Rectangular Mini， 其实就是这个长方形的缩小版。那它的样子呢，因为非常像经典款的中号翻盖包，但是呢价格呢比这个中号翻盖包又便宜很多，所以呢非常多的人喜欢。再加上现在流行趋势就是迷你包当道，所以那个迷你翻盖包真的是非常畅销。那在美国情况是，你基本上随时到店里问这个迷你翻盖包有没有货，店里都说没有货。那在店里能买到迷你翻盖包的唯一渠道呢，就是你跟店员登记排队。我不知道在其他国家地区买迷你包是不是都是要像这样排队登记，但是我知道的是，不管在哪个地方，迷你翻盖包都是最难买的。如果你在零售店里遇到一个自己心仪颜色材质的迷你翻盖包的话，一定要拿下，因为一旦你拿下，即使你不喜欢了，将来在二手市场上也能轻松的卖掉，而且肯定能赚回老本。那反而呢，这个经典翻盖包中号的投资价值呢，没有迷你翻盖包那么强，因为经典翻盖包中大号是每年都出的款式，而且材质也差不多，那它的供给很充足，需求量又没那么多的话，自然在二手市场上的 resale value 就会比较低。基本上我看在 eBay 上，二手市场的价格都比原价要低。那香奈儿第二个比较保值的就是它的小配件，尤其是这个胸针。那很多都不理解，这个胸针又不是真金白银的，又不是真钻，就是一些人造的材料金属，为什么它卖几百美金还有这么多人找呢？我觉得原因是胸针搭配比较不受限制，因为一个胸针你把它随意的往衣服上一别，或者是帽子上或者是围巾上一别，它就把整个服装的搭配提高了一个档次，让整个服装显得非常的高档，非常有品味。因为胸针呢，它不是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，所以它不会有太多氧化、褪色、过敏的问题。那在二手市场上真的价格非常高，香奈儿保存比较好的古董胸针的话，它的卖价能跟新的胸针的卖价差不多，有的设计独特的古董胸针甚至炒到比现在香奈儿胸针的卖价2倍3倍都不止。那香奈儿的胸针呢，其实也是一个季节款，那它每一季出的这种特别的款式也有非常多的人找。比如说我手上这个胸针吧，那这个胸针呢，其实就是很简单的2种颜色的金属拼接成的，因为它有这种菱格的设计，所以非常经典。
那我看见过有好几个 YouTuber 已经买了这个胸针，然后在视频上秀了。那这个胸针呢也是很多人找，我看了在 eBay 上的售价都比零售店的售价要贵$200以上。所以说如果你发现香奈儿有设计比较独特的胸针，而且特别是有很多 YouTuber 还有名人都戴过的话，那这个胸针你一定要拿下，因为它今后在 resale 市场上真的非常抢手。那关于这个胸针呢，我会单独出一个视频给大家展示怎么样用，敬请期待了。好了，下面说说爱马仕吧。爱马仕呢，我没有它的包，但是我有它家的很多配饰。那我觉得呢，爱马仕的配饰其实比较值钱的是它的那个带 H 型的手镯和它的皮质的手镯。那这些手镯呢，在二手市场上的价格也非常高，基本上一出来价格比较合理的话就会被抢。还有一个比较抢手的爱马仕配件呢，是它的 H 型的皮带。基本上你看到带有 H 型标志的这个配饰呢，它的 resale value 都会比较高。反而爱马仕比较有名的丝巾这些，它的 resale value 会比较低，因为它这个丝巾种类颜色实在是太多了。那丝巾真的是每个人戴上去的感觉都不一样，每个人喜好都不一样。那如果你一定要投资一款丝巾的话，建议你从他家的经典颜色橙色来入手。那 LV 这个牌子呢，也是经典包款比较保值，比如说 Neverfull Speedy。那 LV 呢，还有它的小配件、小皮具非常保值，比如说它的钥匙包、小钱包。那这些东西呢，即使用的比较旧了，在 resale 市场上也比较好卖。那给大家看一下吧，这个是我的 LV 的钥匙包。那这个 LV 的钥匙包我其实是买了二手，那这个二手的价格呢，基本上是全新价格的一半，但是呢，它已经用的还算是比较旧了。虽然它的皮质没有什么明显的划痕，但是呢，它的五金真的是非常的旧，五金有褪色和磨损，但是丝毫不影响它在二手市场上的火爆程度。那除了刚刚说的3个品牌之外，有一些品牌的有一些款式在某段时期可能会比较抢手，比如说 Monsieur Gavier 在去年的时候就非常抢手，他家的水桶包和 Lady Bag 基本上你在官网上或者各大电商网站上是抢不到的。在抢不到的情况下，它在 eBay 的二手市场上的 resale value 就非常高，通常都会比零售价要高个$100。那 Monsieur Gavier 这个品牌在今年就很容易买到了，所以它的 resale value 就大大降低了。还有一个例子呢，就是 Chloe Faye Bag。那这个包呢，在去年年初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抢手，在二手市场上卖价也比较高。在今年呢，它就有点过季的趋势了，所以在零售市场上的 resale value 也比较低。这些小众包包呢，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预算和喜好来酌情的选择，但是它的 resale value 肯定在几年之后不会特别高。那下面来谈谈投资价格比较高的单品它们的特点吧。以包包为例，黑色的包包永远是最抢手、投资价值最高的，因为黑色的包包最百搭，而且很多人入手的第一个大牌包包一般都会选择黑色，比较经典，比较保险。那还有就是深色的包包比浅色的包包投资价值要高，因为浅色的包包容易弄脏，比较难打理。那以我的香奈儿经典翻盖包为例吧，那黑色的经典翻盖包肯定比我这个银灰色的投资价值要高，但是呢，我这个银灰色的比我之前卖掉的那个米色经典翻盖包投资价值要高。再举个例子，我的这个 boy 包包是黑色的，那在二手市场上同样款型的这个包，黑色、深蓝色和红色就比白色的包包的 resale value 要高出$100-200吧，真的是非常可观。那爱马仕的包包呢，我研究不多，但是我知道它的配饰呢，最火的颜色就是它的经典的橙色。以我这个项坠为例吧，这个橙色就比我之前卖掉的一模一样的黑色的项坠 resale value 要高很多。那爱马仕的手镯、丝巾呢，也是橙色，找的人比较多，所以投资价值更高。那 LV 的包包和小皮具呢，就是它的经典的配色，比如说老花和这个棋盘格的花纹是最受欢迎的，投资价值最高的。下面说说五金吧。我知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
但是一般情况下，金色的五金呢都比银色的五金要更畅销，更加的保值。那我刚刚提到的这些大牌的包包的配件，金色五金都是镀金做成的。那镀金的五金件呢，就可能会有褪色、氧化等等的问题。那尽管有这个问题，金色的五金投资价值依然是最高的。那以我个人经验来讲，我觉得爱马仕的镀金件做的工艺是最好的。那我手上这个爱马仕镀金表大概有10多年的历史了吧，我当初买的时候就是二手买回来的，然后已经有很多划痕了，但是呢它现在的镀金件就跟当时一样，非常的亮，一点都没有褪色，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惊叹。那 LV 和香奈儿的镀金工艺就没有爱马仕那么出色了那 LV 的五金件大概用个1-2年就会褪色。那香奈儿呢，我看过它的古董的珠宝配饰，上面的24K 镀金真的是工艺非常好，很多到现在都非常黄非常亮。但是它现在香奈儿的工艺呢有呈现下降的趋势，它现在的工艺都不是24K 镀金的了，它的这个金呢用的颜色都比较浅，而且我听说它的褪色的可能性比以前古董珠宝褪色可能性要大。那我个人觉得比较保值的金属件呢，是这种做旧的金色五金。那这种做旧的工艺呢，是让金属件上本来就有一些划痕，看上去有vintage 古董的感觉，所以经过很多年的使用，它跟现在可能状况还是差不多的，那投资价值也比较高。那反而那种亮的金色呢，它用了几年几十年之后呢，它的这个亮度就没有那么亮了，而且上面有划痕也非常容易看得出来，那它的保值和投资价值就没有那么高。好了，以上就给大家分享了如何从投资价值来购买大牌东西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那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不要忘记给我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ophie， 欢迎回来。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卖掉自己的闲置。那我上一个视频卖掉的包包大吐槽里边，很多朋友就问怎么卖掉自己的闲置。那我知道大部分女人家里都有一堆闲置，那如何让这些闲置生钱，真是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。